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家庭美食记。今天我要带您探访最纯正的韩国烤肉。我们今天准备的有这个五花肉，还有牛肉，然后还有几个小排骨啊什么的。我们在屋里面用这个空气炸锅来做。那么这个五花肉呢，切的都是特别厚的这种厚片，这样烤出来之后会味道更好一些，然后这个口感更好一些。外焦里嫩。外焦里嫩。咱们烤肉是有顺序的吗？烤肉如果猪肉和牛肉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先烤猪肉，后烤牛肉。因为这个先烤牛肉的话，再烤猪肉，这个锅上就会有干锅的现象。哦，这样的话，猪肉的话就会出了很多的油啊什么的，就那个牛肉反倒更香了，是吧？对，太棒了。哥哥，我发现这个肉咱们都没有腌，是吧？对的，韩国的烤肉一定要讲究的是猪的原味儿，这样的话，它吃起来以后啊，会非常的香，而且呢，这是最原始的一种烤肉的方法。哦，就是吃肉的这个原始的味道，不管是猪肉还是牛肉，是吧？对的。这个倒让我想起来了，就是我在语言学校学习的时候，当时我跟那个巴西同学，我们一起去吃这个巴西烤肉，他们一起去BBQ，然后他们做这个巴西烤肉，他们也是上面呢根本就不用腌，直接就是拿那个炉子烤这个牛肉，然后只撒了一点点的盐，味道也特别香。韩国的料理呢，它讲究的是原味儿，然后呢，主要是在蘸料上，有这么几种，一种呢是这个需要盐面、香油搅拌到一起，然后蘸着这种调料来进食，所以这样的话，让人口感吃起来这个肉的话会更香。第二种呢是这个把这种五花肉剪成小段以后，蘸着辣酱，包在这个生菜里面，包在青菜里面，起到这个解腻的作用。还有一种啊，就是像我们国内的这种蘸料了。但是它不会像国内蘸料里面放的这个品种很多，调料很多，它只是辣椒面、咸盐面、这个紫兰放到一起，搅拌到一起，然后呢，这个蘸着吃。韩国初步呢，就是说的这个第三种蘸料的方式。剩下的就是说的还可以包着这个辣白菜呀，包着这个腌好的苏子叶呀，这个一起来吃。但是主要最终的目的还是起到这个给肉去油腻的作用。我也来一块儿啊，来这个生菜蘸点辣酱。然后呢，来一块你相中的五花肉，我天哪，这块吧，哎呀，太好了！好哥哥烤的这个肉确实不错。然后来蒜片儿，这是尖椒是吧？尖椒、辣椒啊，好的，包上来一块儿。这个肉的原味真是好吃，好吃，朋友们。太棒了！再来一口茅台酒吧。来一口茅台酒，来哥哥。这个味道肯定是老香了。五花肉配辣白菜，这一般人在这一走一过啊，就得疯了。这香味儿太迷人了。
太香了，太香是吧？这个辣白菜也可以吃了吧，哥？辣白菜也可以吃了，辣白菜现在已经吸收了五花肉的精华，这个把这个五花肉烤出来的油啊，全部吸收到这个辣白菜里头，非常香。哎呀，一看就是香，真的是太香了。来，夹一块来。哎呀，拿一块。哥哥，这个烤蒜在韩国也是很常见的吗？对，烤蒜在韩国烤肉里头是必备的。哦，我们通常吃就是把蒜切成片儿，然后跟肉一起吃，那不就是它直接是放到盘上一起烤了？对，因为今天这个烤盘啊，我没有买到这个像韩国那种正宗的烤盘，实际上真正的烤盘在中间这个位置上，它是旋下去的，一个圆旋下去，专门是放这个烤蒜的。是吗？待会儿尝一尝这烤蒜，肯定是味道很特别哈。这个牛肉也是不用腌的，是吧，哥哥？对。而且这个牛肉我看切都没切，就是整个的一大块的。对，韩国的这个烤肉啊，刚才我讲了，它始终还是保持着这个原味和它这个新鲜的肉感。所以就是我们吃口感呢，吃了以后这个非常的香，保持着肉的这个原味的这种香味。确实，刚才那个五花肉吃的就非常好吃。就基本上就是4分熟左右，4、5分熟。现在相当于4分熟。肉的一种香。哎呀，必须要试一试了。这个是绝对正宗的韩国冷面啊，上面的冰块看看。这冷面汤真好。好，朋友们，酒过3巡，菜过5味，真的是太好吃了，真的不愧是正宗的韩式烤肉，哎，太棒了！真的非常感谢哥哥嫂子的盛情款待。希望您呢能够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同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的话呢，您就不会错过我们每一期的精彩美食。谢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